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女武神第2季动画版完结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爽？今天接着第2季的剧情，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漫画的内容。宙斯派出世家出战，却不想第6战开始后，世家公然叛变众神，加入人类阵营，并说出了惊天动地的杀神誓言。无论人神都呆立当场，甚至连主神们都隐藏不住自己的动摇，却只有一个人不动如山，那就是布伦希尔德。格雷吓坏了，难道这也在姐姐大人的设计之中吗？很可惜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位大人，并不会被其他人的意愿左右。第6回合战开始之前，悼念完雷电的布伦希尔德开始在走廊上遇到了世家。世家告诉布伦希尔德，宙斯让他第6回合出战，但是他将会为了人类而战。面对着劲爆的消息，布伦希尔德却只是反应平平的，只是哦了一声。世家问自己倒戈是否也在他的计划之中，因为在决定诸神黄昏的会议之前，布伦希尔德就来找他询问了伊莲托生。难道说早在诸神决定毁灭人类之前，他就开始策划这场战斗了吗？布伦希尔德没有回答，只说天界没有比世家更讨厌的神了。世家哈哈大笑，他很喜欢布伦希尔德满意烦恼的眼神。为了实现目的，能够超越善恶的束缚，所以他绝不会放着不管。对于世家的任性举动，海姆达尔大喊大妹大妹，出战表都已经登记好，他作为人类方出战太胡闹。宙斯却跳下场表示没问题，这么火辣的展开，教廷也太不解风情了。奥丁问起世家真的有和众神敌对的觉悟吗？世家不屑的一笑，人和神都算个屁，他可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神。如此嚣张的话语一出，瞬间引来了众神愤怒的谩骂。世家毫不在乎，只在乎他到底和谁干架。空中传来一阵歌声，毗沙门天为首的7副神乘着龙舟降落。宙斯宣布第6战由毗沙门天对战世家。然而眼瞅着比赛开始，除毗沙门天外的其他副神却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就算和世家有仇，7打1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但他们却说自己并非7神，本身就是遗嘱。毗沙门天当场暴衣，紧接着以惠比寿为首的神明相继钻进他的体内，一阵耀眼的光芒从竞技场上传来。原本掌管人间幸福的7副神，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柱，那就是所谓的8副神传说。其神降临地面之时，天地绝，福寿消，大灾变将降临人间，其名曰灵符。7副神合体，场上气浪翻涌。紧接着，一个小孩子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灵符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活动着四肢，一把由怨念和杀戮凝聚成的大斧子被他从背部拔了出来。阿瑞斯看得冷汗直冒。原来还存在着那样不祥的神明吗？赫尔墨斯却是一脸了然。第6回合战是一场姻缘的对决。海姆达尔被灵符浑身散发的怨气吓得不轻，拿出手机一看，世界的对手已经换成了灵符。他心一横，掏出量产号角，重新宣布对战双方改变。诸神黄昏第6回合战，世家 vs 灵符正式开始。格雷这才反应过，惠比寿说的灵会降下天罚是这个意思，灵符才是7副神的真正姿态。他原本是想周围溢出幸福的善神，但是不幸改变了他。在神与人类还比邻的古代亚洲，有一位守护人类定居人间，比谁都要心地善良的神明灵符。灵符从天界降临人间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深受8苦磨难，在不幸中艰难生存的人类。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让灵符泪流满面，他不断思考要怎样给这些人带来幸福，最后得出结论，那就是根绝他们的不幸之源。灵符用神力将一个病重孩子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，果然孩子恢复了健康。亲眼目睹这一奇迹的人类将灵符视为救世的神明，殊不知灵符给出的救济之法是吸取他人的不幸与自身。为了让不幸之人变得幸福，灵符开始巡游各地，将各种各样的不幸吸收于此身体。很多年过去了，灵符瘦弱的身体被苦难染成了黑色，无限制的吸收人类的不幸让他痛苦不堪，但只要能让人类获得幸福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灵符回到他第一个救助的村子，想要看看人类幸福的样子，但映入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。脱离了8苦的人类堕入了7宗罪的深渊中，灵符忽略了人类的本质，就算将不幸全部吸走，他们也会对眼前的幸福视而不见，向着深不见底的温柔乡堕落。呆愣在当街的灵符被一个男人撞倒在地，他认出男人就是当年那个病重男孩，很欣慰对方能够平安长大，但没想到男人早就忘了神明的救命之恩，邪恶地朝他吐口水后，搂着美女扬长而去。灵符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，汹涌的怨气从他体内溢出，他明明都已经很努力地去吸收不幸了，为什么人类还没有得到幸福？街上出现了一大群由人和动物组成的队伍，正朝着他的方向而来。灵符又以为是找他来吸收不幸的人类，但很快灵符大大的眼中就充满了疑惑，因为这群人无视了他，而是紧紧跟随那个名为世家的男人。
队伍里每个人都非常瘦弱单薄，但是他们的脸上却闪耀着幸福和满足的光辉。而村子里的人们在见到世家之后，全都羞愧地遮掩着自己的丑恶。林福的心中满是愤怒与茫然，他大叫着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打翻了世家递到眼前的豆子，质问世家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么幸福。他已经很努力地将人们的不幸吸收了，但那些人为什么不仅没有变得幸福，反而还越来越不幸了？世家爽朗一笑，说林福错了，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予的东西，而是要靠自己去获得，有不幸才能得幸。佛曰，若是渴望幸福，就要负重前行。世家问林福要不要一起来悟。听着周围人们对世家虔诚的赞颂，林福大哭着跑走了。他感到嫉妒又屈辱，让人获得幸福应该是他的工作，他明明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却连一个人类都比不过。神与人之间的爱意最终转化成了滔天的憎恨，他将周身的怨气全部吸收进体内，成为了代表不幸的神明。林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。正巧一行3人路过此地，见到恐怖模样的林福，被吓得落荒而逃。林福朝着一位母亲扑去，母亲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却坚定地张开双臂护住身后的孩子。林福在最后一刻控制住自己的杀欲，他用力将双手插进了喉咙，在彻底给人类降下天诛之前，林福将自身分裂成了7柱神明，把福神的传说也就此诞生。而从那时起，祈福神就将妄图指导神明的世家视为了眼中钉，而林福更是期望着能对戏弄他的世家亲自降下天诛。林福拎起巨斧，但他还没来得及攻击，就被世家一脚正中肚子，踹到面容扭曲。不好意思，你是谁来着？世家这一脚直中要害，林福跪在地上，涕泪横流，喘不过气。世家表示，战斗既然已经开始，那就赶紧和他战个痛快。对于世家的偷袭行为，众神大骂卑鄙，而同世家一样列为4圣人的耶稣、苏格拉底和孔子却对世家颇为赞赏。恶法亦为法，先下手为强。被一脚踹出血的林福哀嚎着自己的不幸，他的斧头宛如活物一般的蠕动着。林福挥舞着巨斧朝世家砸下，地面被砸得粉碎，但轻松写意跳开的世家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林福猛攻不断，世家上下躲闪，辗转腾挪，竟是一下都打不到。无论林福如何攻击，他能看到的都只有世家的残影。无法命中的焦躁让林福的怨气越来越深，他再次哀嚎着自己的不幸。观战的神明惊得跌倒在地，因为他的斧子变得越来越大，背后还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可怕尖刺。他的斧子能够吸收不幸，吸收的越多，破坏力就越大，其名为斧摇。林福再次挥舞起斧摇，不仅将世家脚下的石砖一分为2，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延伸到观众席，看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壑。世家后跳躲开，而他越躲，林福就会越感到不幸，他越不幸，斧摇的攻击力就越高。这种 bug 级的累攻能力，气得格雷大马是奋勇设定。林福瞄准世家落地的瞬间，巨斧横扫而至，下一秒就要将其一分为2。格雷吓得捂脸不忍直视，却见世家扔开6道棍，撑地下摇，斧尖擦着他的鼻梁划过。世家反手握着6道棍，倒立鼓掌，毫发无伤。格雷大受震撼，好厉害的反应能力！布伦希尔德让他好好看看，世家是在对手攻击之前就开始行动了。他并不是在躲避攻击，而是攻击来到他所在的地方。没错，世家已经看穿了林福的所有攻击，但并不是佐佐木小次郎的究极预测，而是未来式正觉阿赖耶识。佛祖眼中莲花绽放，就能看清数秒之后的世界。再次以躲过巨斧的攻击后，世家一个箭步冲上前，一棍直击林福下巴。该出手时，他也绝不含糊。格雷兴奋地大喊着这下赢定了，但布伦希尔德的神色也并不轻松。又一次的攻击落空，林福捂着疼痛的下巴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打不中。世家告诉他自己早就看穿了。林福怒发冲冠，大喊着世家耍赖。然而他怒涛般密集的斩击连打却仅仅划过虚空，世家飞起一棍重重怼上林福的胸膛，人类为世家一边倒的局面欢聚着。林福在世家的未来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一切攻击都化为虚无。巨大的不幸却再次缠绕上林福，他明明救了很多人，却得不到一句感谢，反而嫉妒起了一个人类。林福不断嘟囔着可恶2字，面容扭曲的流下了血泪，一直只有他不幸缠身。林福仰天发出一声怒吼，怨气从体内不断溢出。最先注意到异变的正是世家本人，他愣愣地盯着虚空，第一次露出了慌张的表情。
随后众神和人类齐齐惊呆，灵符高起巨斧，溢满的不幸化为了遮天蔽日的超级利刃，笼罩住了整座竞技场。看到未来的世嘉并没有提前躲避，因为这一击只要他身在场上就绝对无法回避。世嘉不慌不忙地举起6道棍，写满经文的卷轴将他包裹其中，灵符踏碎地板，巨斧朝世嘉兜头砸下，威力恐怖的一击将半个竞技场拍得稀碎，根本看不到世嘉的影子。灵符露出了畅快的笑容，他终于成功向世嘉降下了天珠。而下一秒，巨斧突然被抬起，世嘉的6道棍化为一面大盾，挡下了灵符的灭世一击。此为6道棍4之道，修罗道12面观音，七难极灭之盾。灵符青春期的冲动就由他来解决。